大家好，欢迎回来大声，我是吴薇。这期节目呢，应该是我们本年度的倒数第2期了，在年底前向大家祝新年快乐。很快我们就要迎来2025年了。2024年其实非常的不平静，很多事儿，很多人都在做年底预测或者总结，我就不想做了，因为我觉得我们的节目其实都是比较长尾的，我没有那么跟着新闻走，但是还想找到新闻议题里面的可聊的话题，所以这个方向呢，在2025年不会变。当然我还会更多的去做一些访谈，然后扩大一些我认为应该传播的声音，也还是会给大家更多的梳理世界眼中的中国，媒体里眼中的中国。当然我还会更多的做一些自己的输出，也是要预告一下，我们2024年最后一场节目会是一个直播，有史以来第一次哈，有可能会错，也可能会失败，请大家包容，反正先做个预告吧。12月31号我会做第一次的油管直播，这样呢可能也会给我们大声的一些节目带来一些新的变化，我也会引来更多的我认为可以一起聊天的朋友。而且呢，我也觉得光做访谈吧，很多时候我要倾听，我觉得我是一个会倾听的人，但有的时候有一些我想讲的话题我也需要输出，所以我就请来一些人给我搭台子，大家一起唱戏，我也给大家搭台子，大家也唱戏，这也在预告一下。再次感谢我们大声的观众和会员，尤其要感谢会员，你们的信任，你们的这种支持给我特别多的力量。虽然我其实没做什么特别多的事情来回报会员，但是你们的那种鼓励，你们说只要大声在，你们就高兴的这种心态特别鼓励我，所以我明年也会更多的做一些会员节目，我们可能还会做一些会员的线下活动，所以都请大家期待和支持吧。今天讲朝鲜，其实朝鲜呢是绝大多数人都了解的国家，也知道朝鲜作为我们的一个落后的集权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么一个近邻金家3代人统治的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在国际社会舞台上其实也一直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大家都知道它被制裁，它被与世隔绝，可是它一直又在那儿存在。而且中国人其实面对朝鲜的时候，经常有一种奇怪的优越感，包括很多人去朝鲜旅游，如果大家是去感受一个我们中国曾经走过的路，然后希望永远不要进入那样的过程的话也还好，但是我看到好像有一些中国人经常是去了朝鲜以后感觉很有优越感，觉得我们比他们强我们比他们发展的好，还有一些朋友会说幸亏我们不是朝鲜，但是这些观点呢最近都需要被修正。所以呢，这2天我在最新的一期这个 Foreign Affairs 的文章看到这个标题叫做朝鲜的起义成功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怎么能说中国人一直觉得还挺有优越感的这么一个国家，跟它相比中国好像还不错，为什么现在外交事务杂志上经常批评的都是中国的失败，中国的危机，中国给世界带来的危机，而他们会专门写一篇文章来讲朝鲜的成功呢？然后我就看了一下这个作者是很有名的一个研究韩国朝鲜问题的专家，作者是安德烈兰科夫，英文就是他其实是个俄国人，所以他的英文的名字其实 Andriy Lankov，他现在呢是韩国首尔国民大学的历史学教授，长期研究的朝鲜问题。看一下他的简历，他是1963年出生于苏联的列宁格勒，一看这个名字就是个苏联人。但是他因为早年的时候他去过80年代的时候去过列宁格勒的这个朝鲜语专业做交换学生，然后说着一口流利的朝鲜语，也就因此又继续在这个平壤的金日成综合大学学习。那当然特殊的苏共和朝鲜共产党之间的联系的这段，等苏联倒台以后，这样一个学者肯定是就专注于做基于西方角度研究朝鲜问题的这么一个专家了。我又看了一下，他其实因为他的独特经历，所以呢他确实是少有的，就是在西方研究朝鲜这么一个封闭的集权国家的这么一个学术环境里，他有独特的优势，而且他又能从内部观察，又从外部给到一些西方
人比较能够接受的这种研究。90年代当苏联解体以后呢，这个兰科夫就搬到了韩国，因为他有这个俄罗斯语言的优势嘛，他就用了俄罗斯的这些政府解密档案，写了很多关于朝鲜政治历史的书。1995年有一本书叫《通过苏联档案看北韩现代政治史》，还有是2002年他还写了一本《从斯大林到金日成》，这都是让他成为世界公认的朝鲜问题专家的一个代表作了。我今天搁在桌子上这本书呢，是现在 Foreign Affairs 介绍这个兰科夫的时候引用的书，其实叫做《真实的朝鲜》，就是他专门关于朝鲜问题的一本著作，其实也不太新了，出版年代是2015年，那么基本上是10年前的书。可是呢，我为什么要提这本书？因为从他这本书和他现在今天在 Foreign Affairs 写的这篇文章能看出来，这样一个深耕朝鲜问题40年的专家，他的研究重点和研究角度都在变。就是他的原来的研究重点是历史，现在他是分析的是朝鲜当前的外交政策和朝鲜在国际体系中的生存逻辑。也是因为我看了他的这些背景，我才认为Foreign Affairs 这篇文章朝鲜的奇异成功我要介绍给大家，因为它不是一个所谓我们说吃中国饭或者说吃朝鲜问题饭的那种西方专家耸人听闻的给了一个标题，还真不是。我还专门买了这本书，我是为了写这篇稿子和这个讲这些节目我才讲的，但是我没有看完，里头有一些表达方式我觉得非常好，就是能看出来这个人是真的懂。这本书呢，我并不太推荐大家专门去买，因为其实有点旧了，就是它10年前的东西。如果大家想看西方的朝鲜学者怎么研究朝鲜问题的话，可以看。我看了一下，一看就是一个靠谱的学者。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经常我们会发现一些西方的学者到中国，还有一些西方的记者，尤其是记者到中国待1-2年就敢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朝鲜呢很难进去待很多年，所以我们看到过一些关于朝鲜问题的书，还是过于从西方视角看。这本书当时给了很多的具体评价，这个评价也是能够看出来今天他这个思考问题的角度有变化的原因。当时大家说这本书的好处是在于它非常准确定义了朝鲜的社会结构是苏联斯大林式的政权，然后它强调了苏联的斯大林的这种模式在被完整的复制到了朝鲜，然后又被金正日这3代人，金日成、金正日、金正恩这3代人不断的在加强这样一个集权国家的这种僵化和必然失败。所以当时这本书它是讲了朝鲜的必然失败，那么今天他居然讲朝鲜的胜利，我觉得这个学者挺诚实的，或者说他也挺与时俱进的，就是他现在在加强一个观念，不要用既有的方式观察一些集权政权，比如说朝鲜，因为他之前的那本书是明确的讲的是说这样一个政权它一定会倒台的，它各个方方面面都体现出来一个集权政治的必然倒掉。所以10年之后他要写朝鲜反而赢了，其实是挺悲伤的。我多说一句，就是我们这么多年研究中国问题的人也会经常有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受，就是我们说了一个集权政治几十年它从根儿上是错误的，可是它为什么好像不断的在焕发生机和活力，然后不断的在给世界造成这么多具体的问题。其实这是我作为一个中国背景的一个研究者的思考。好，我说了这么多这个背景，我觉得大家理解我为什么要说这篇文章了。那么这篇文章和今天的另外一些关于朝鲜的新闻又契合在一起，我一起说。这2天朝鲜的新闻最大的是什么？所有媒体都报了，是乌克兰和泽连斯基本人向国际社会、国际媒体公布了最重要的最近的战况。昨天的消息，泽连斯基向西方媒体通报，一共有11000到13000名朝鲜士兵被送去了乌克兰和俄罗斯战场，直接支援俄罗斯的战争。
而且有大量的武器，包括数百万发炮弹和 KN-23的弹道导弹，这些军事支持是直接送到了俄罗斯战场上。然后呢，现在呢，大量的朝鲜人死在俄乌战场上。泽连斯基说了一个数字，说每周有1000人，1000朝鲜兵直接死掉。西方媒体今天大家都报了，从路透社什么什么的都报了，说现在的这个伤亡数字和参与的数字都比以前美国公布的数字高啊。美国白宫也发了声明说关注到这个事情，而且请朝鲜人不要再去进入这种 human wave， 就是说人海战术。乌克兰那边的消息呢是说，朝鲜兵因为他们也没有什么语言能力，虽然是特种兵，但是他们的战术其实是不适合打俄乌战争的。这些人基本都是徒步一群一群的往前冲，所以造成了巨大的伤亡。然后多家西方媒体都在报，就是说朝鲜士兵在战场上，俄罗斯人也不关心他们，他们的政府也不关心他们，甚至乌克兰那边的消息通报说，有一些奄奄一息的朝鲜兵为了不让乌克兰人抓住他们自尽，而且还出现了一些就是说不清是俄罗斯人还是朝鲜人，反正把朝鲜士兵打死的情况。这是昨天西方媒体的消息，今天各家都报了。当然强调的就是还有媒体就直接引用了泽连斯基的呼吁，路透社这么说的，说请中国如果想在中俄之间做协调，想在俄乌战场上给予协调的话，请中国去劝阻朝鲜，不要再这样让朝鲜兵白白送死了。现在变成了西方媒体在号召朝鲜政权不要再送朝鲜兵上去当炮灰了，这是最近的消息。而这个呢，就再回来说我们今天的文章，让我很感慨的是，学者在分析朝鲜的成功的时候，其实他也强调了，就是金正恩在内在外有2条强力的手在控制和精准的在布局。可是这个布局是以人民的牺牲、老百姓的牺牲，人民和老百姓这2词其实我都不喜欢用，但是朝鲜没有公民，所以就真的是老百姓饿着肚子上战场。然后也有消息爆出来说，是为什么朝鲜这些特种兵愿意上战场呢？一个是俄罗斯给每一个朝鲜士兵$3000，当然这个钱绝大多数都被朝鲜政府自己盘剥了，但是就这样最后落到士兵手上的钱还是多的。第二呢，就是现在公布的消息，金正恩送到俄罗斯战场上的那些兵都是被洗脑被思想统一的最透彻的那些兵。而且今天社交媒体也爆出来了一个照片，显示的是一个朝鲜兵死了，身上带着一封信，认认真真的写的是对于金正恩的总书记的效忠，感谢政府给了他机会上战场，感谢赎罪的机会，而且认为自己是非常骄傲的愿意去死的。这样的细节让人看得非常痛心，这也其实从侧面强调了金正恩这个动作的邪恶，就是他为什么要派自己的兵上俄罗斯战场，他想做的就是通过在地缘政治里的主动参与来实现他在国际外交事务上的这种新的领导地位的形成。纽约时报也有一篇文章就直接分析了，就是说朝鲜为什么要支持俄罗斯，而且呢先给的消息是说是朝鲜主动向俄罗斯提供军事资源，那么他要实现的目标一个就是经济收益，以资源保障整个俄乌战场上为朝鲜提供了稳定的经济来源。通过军事交易，朝鲜已经获得了几十亿美元的粮食、石油、现金，这实际上在现实缓解了朝鲜国内的经济困境。第二就是技术支持和武器升级，朝鲜呢通过和俄罗斯的合作，其实接触到了大量的更先进的军事技术，他们还接触到了俄罗斯这边的弹道导弹引擎和卫星侦察系统，这些技术对朝鲜提升自身的军事能力也有重要意义的。第三点就是说，反而在现实形成了对美国的威慑。当然这么多年朝鲜最大的敌人和直接国内的宣传和这种民粹的
统一思想，就是说美帝国主义要颠覆朝鲜。那么这一次国内的宣传和实际的这些兵的动员都是说我们在俄罗斯战场上帮助俄罗斯结盟，直接朝鲜是试图向美国和他的盟友传递信号，就是我们不是完全孤立的国家，我们有国际盟友，我们能帮俄罗斯，就是要挑战你美国和盟友的。说完朝鲜在俄乌战场上的问题，就再回来说兰科夫在外交事务这篇文章里强调了一个，他就是说在外交上朝鲜主动出击去跟俄罗斯合作，而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合作还从实际上摆脱了朝鲜这么多年跟中国的一些关系。在他之前的这本书里呢，他有一章专门写到中国的进入，10年前他就写这段，我觉得他是真懂朝鲜。他说，所有的中国人其实都看不上朝鲜人，中国政府也看不上朝鲜人，而朝鲜自己也知道中国人看不上他们。而且他强调的是，当年中国进入朝鲜也从来不是真正认同朝鲜的所谓意识形态，但是有一个大背景，10年前中国还没有像现在表现的这么强力的极权主义手段。所以当时这个兰科夫是说，朝鲜这样一种集权控制必然倒台的斯大林的政治，中国在意识形态上是不赞成的，但是中国保持这样一个地缘盟友，压制中国自己的这些地缘上的敌人的时候，他还是要拉着朝鲜，所以一直在给朝鲜输送经济支持。可是现在的实际的情况是，中国越来越崛起，而且中国在跟美国的这个对抗中间，中国有很多具体的问题。所以我之前的节目也说过，西方看现在是有4大邪恶轴心嘛，就是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在这个布局里面，朝鲜是在里面的，可是很多西方媒体并没有分析中国和朝鲜的这种缝隙。兰科夫就强调，就是说，如果以前从意识形态上虽然不太赞成，但是一直从实际的关系上，中国还对朝鲜是因为经济输送有密切的联系，而且外交上大家都认为中国对朝鲜是有一定的话语权的，说白了就是老大哥还是能管着点小弟的。但是新的关系下面，其实朝鲜一方面在表现出来并不服北京，他文章里有很多细节说金正恩其实越来越不服北京。其他文章我也注意到了，之前有一些文章也在分析，就是金正恩也从意识形态上越来越看不上中国。他表现的是金正恩还有分析，有一些分析没人采访金正恩嘛，就是说能看出来金正恩明显的对西方更感兴趣，对更进步的这种发展和管理国家的方式更感兴趣。包括金正恩本人自己还上互联网，人家也是在瑞士留过学的，所以他对于自己的政权怎么管理，他的认识是比习近平新的。之前有一些这样的分析，那么现在的就变成兰科夫也说了，现在跟中国的矛盾会越来越大的，说虽然中国到目前还在给朝鲜提供支持，可是朝鲜跟俄罗斯的关系越紧密，关系越好，就越让北京不安。而如果中朝关系恶化，朝鲜的基础经济又会受到打击，那么这个是一个不安定因素，所以朝鲜半岛也不稳定，这是西方的角度啊。再讲几句兰科夫分析的朝鲜在外交政策上的这种转变，因为刚刚我们说了，他是主动去找俄罗斯的。朝鲜为什么要主动去找俄罗斯？他只是想要钱去吗？还真的不是。金正恩他非常有军事战略的思维的，与之相比的，其实反而是中国有点短视，因为中国是出钱出力，得到的是世界的全面围剿。可是，在朝鲜这边呢，朝鲜其实输出的是什么？给了11000或者13000名士兵，还大量的武器弹药。可是很多武器弹药钱哪来的呢？以前中国一直是在给朝鲜供血的啊，给的武器弹药包括几百万发炮弹，还有 KN-23的弹道导弹，给朝鲜带来的是54亿美元的收入，而且朝鲜在这个军工能力的恢复上是紧锣密鼓，反而给朝鲜的这个国内工业
进行了刺激。然后就说国内，朝鲜在巩固政权方面，金正恩是很有一套的，他是技术手段和政策调整双管齐下，加强对民众控制。兰科夫在这本书里头就提到过，说其实朝鲜当年的控制手段呢，是高度依赖于信息封锁和思想灌输，这跟中国一样就是先封住大家，但而且不断的洗脑嘛。但这些年来，其实就原始的这种洗脑和控制的战略有升级，表现为朝鲜政府现在部署了高科技的监控系统，严格追踪民众活动，而且通过更严格的互联网封锁，切断所有的外部消息，禁止看韩剧，颁布了新的法律，任何人如果看外边的电视剧的话，也是要受刑的。有大量的报道都在说这个事儿。此外，金正恩还放弃了早期短暂的市场化改革，重新又强化了计划经济模式，而且他现在是对这个物资分配的这种全面控制，是真正的保证了他能够对国家经济命脉是有控制的。这些里应外合的策略让金正恩虽然在国际压力不断，内部民众也不太满意之间，他还活得挺好。所以经常前2年有谣言说金正恩什么消失了，已经胖死了，已经有替身出来了，都没有。金正恩现在大量的精神矍铄的照片出来，视察军队好着呢。所以呢，很不幸的是，金正恩对自己的政权延续是创造了很多稳定条件。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他成功了，但是这个成功我认为是要加引号的，因为一个集权者的成功真的就是民众的最大悲哀。朝鲜人太可怜了，真的是太可怜了。所以我仍然好奇的是兰科夫他自己的这个视角，就是他研究了朝鲜40年，他现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是什么心情。有机会我希望能采访到他，问一问。当然这是个失败的故事，但是他的预测我觉得诚实一点，就是他强调了我们以前不能看一个朝鲜这么一个僵硬的政权觉得它必然倒台，现在反而发现金正恩自己还非常有学习能力，他从失败到灵活，他有很多操作的。兰科夫在外交事务这篇文章和他之前这个书的相比呢，真的是出现了视角改变。早期的时候他是专注于研究朝鲜的僵化和失败风险，认为这是一个必定溃败的政权。但是现在的文章他研究的是金正恩如何通过灵活策略为政权争取空间。但是因为别说这么多独裁者的成功让人觉得很悲伤他这篇文章强调的是外交事务这么一个外交政策杂志，如果大家都能意识到朝鲜金正恩这个独裁者的残酷邪恶和他的战略的缜密的话，其实是在给西方提醒，就是不要忽视金正恩的这些精明的战略，要提前压住。我也做了一些检索，有一些美国媒体也在分析川普上来要怎么面对朝鲜。那么我希望媒体呢能更多的去警告川普，因为之前我们都记忆犹新的是，川普一直给自己的一个政绩是他去了板门店，他把朝鲜和韩国的2个领导人弄在一起，他也好像表现出来了对金正恩的友好。这个在金正恩国内部是作为一个大力的宣传的。金正恩说那意思就美国人也要到板门店来见我了。所以接下来面对金正恩这么一个邪恶的独裁者，而且很年轻又很有学习能力，他其实在俄乌战场上他是挣了钱，得到了机会，他还得到了注意力，他还其实压制了北京对他的控制。他反而成了一个分裂世界中的赢家。这么一个人，现在美国要严密关注，要采取措施，不要再幼稚的觉得他就是一个小胖子，才能避免一些地缘政治上的危机。这个我相信也是这个作者今天写这篇文章的原因，也是我现在想把这个问题搁在这儿的原因。我希望的是大家不要总是聊朝鲜的时候觉得呀，中国人比他们还是幸福点的，中国好歹不是朝鲜。但我现在想说的是，有可能在国际地缘政治中，朝鲜比中国做的还聪明呢。今天这期呢，我是综合了
最近的媒体的关于俄乌战场上朝鲜兵都在死的消息，来跟大家说，我们熟悉的朝鲜这么一个社会主义被封锁的、被制裁的邻国，因为金三胖这么一个善于学习又很年轻聪明的一个独裁者的领导，他在外交政策上的腾挪，他利用了地缘政治中这种分裂世界中的一些机会，朝鲜反而从国际的政治边缘现在往舞台中央走，他得到了更多的媒体的关注。当然他这个代价是以送朝鲜兵上俄乌战场上去当炮灰，但是他卖了朝鲜人的命，他得到了几十亿美金的经济支持和军事的新技术，他让普京笑眯眯地跑到庭长去跟他握手，他得到了更多的西方媒体的注意力，而且他也实际上在打了中国的脸，就是说我也不用专门看你的眼色，现在美国人可能看我的脸色更多呢，你也压不住我。所以这么一个精明算计的一个独裁者，他从事实层面上他在打赢一场仗，当然他的成功是我们民众的和民主的失败。所以今天也是我要介绍这个问题的原因，就是我想多说一句的是，中国人经常聊朝鲜的时候会有几个感慨，一个是觉得中国人比朝鲜吃得饱肚子，什么东西都能卖到朝鲜，朝鲜人民好惨。第二就觉得中国幸亏不是朝鲜，朝鲜是个极度的集权国家，是个世袭的这种独裁政权的延伸。可是现在有可能中国做的并不比朝鲜好。中国的领导人在国际政治上做的一些事情还没有让朝鲜表现得更傻。这句话有点绕，但大家自己去琢磨吧。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